一个自称以色列的智库，17篇样本里查出34处抄袭，还署上弗朗西斯·福山的名字。这就是俄罗斯用 ChatGPT 批量造出来的假货，假的连出生证明都没准备，域名今年2月才注册的。有人要问了，这破绽百出的假智库能骗得了谁？问题不在骗术多精，在背后那条流水线。一个人加个 ChatGPT 就能撑起一整座智库，造假成本被打到地板价。OpenAI 这家公司这回干的事儿反过来了，不用模型去生成内容，而是用 AI 去抓 AI 干的坏事儿。他发现并封禁了一批来自俄罗斯的 ChatGPT 账户群，这些账户正是用来喂养这个假智库的。从去年9月到现在，这个频道一路在追 AI 怎么从聊天工具进化成能干活的智能体。但这回它出现在了最不想看到的地方，境外政治宣传的第一线。操作者用俄语给 ChatGPT 下指令，生成英文的社交媒体评论，还专门要求别露出俄语的痕迹。这就不只是用 AI 了，还会调教 AI 伪装身份，提示词里明写着隐藏语言背景。这个所谓的国际博客研究所官网写着总部在以色列，结果一查域名，今年2月才注册。猎奇的是，他这么早就上线了，像生怕别人查不到出生证明，生怕查不到，他上线的比谁都早。现在翻文章，这破绽 AI 再聪明也藏不住。这还不算完，他们还搞了个主权指数，一本正经的给各国打分排名。结论你肯定猜到了，俄罗斯高分，西方垫底。借学术的外壳装政治的内核，政治内核套着学术外壳，看起来体面。规模大了，成本反而更低，这才是 AI 给影响力行动带来的真正变量。更绝的是，这些网站注册于2025年2月，居然能提前上线，时间线彻底乱了。但 OpenAI 这回调了个头，用 AI 来打 AI， 部署检测工具，专门识别那种隐藏语言背景的内容，最后把整个俄罗斯账户群一锅端。这是 AI 对抗 AI 的第一回合。网上真假难辨，一不小心就被洗脑了。现在 AI 还能自己揪出自己，被洗脑后想揪出它可不容易，但 AI 现在能自己打自己了。俄罗斯操作者用 VPN 伪装地址，内容铺到了 Substack、Telegram、X、Facebook 甚至 LinkedIn 上，多平台撒网，检测压力比以往大得多。但这套防御武器有代价， OpenAI 能发现这些隐藏内容，意味着它也在盯着每个用户的生成行为。这就像装了把安全锁，但钥匙放在别人手里。何况网站还能提前上线，这背后的监管漏洞谁补？更麻烦的是， OpenAI 每次公开披露调查细节，就相当于泄露自己的检测手法。而它在法律上有权监控到什么程度，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答案。一边是治理滥用，一边是隐私边界，两边都不好站。这背后的技术说白了就是找指纹。每个 AI 模型在选词和组句时都有独特的模式，就像人的笔记。检测工具不是傻乎乎搜关键词，而是去比对这种语言模式，看它像不像机器生成的。机器翻译还是会露馅。德国联盟在德语圈叫交通灯联盟，操作者的文章里却直接翻成红绿灯联盟。这一看就知道是斯拉夫语背景的人搞的。 AI 再会隐藏，文化习惯藏不住。这场战斗的终局结论是，以后每个部署 AI 系统的工程师都必须把透明度和合规性当作跟性能并列的指标。你不设计伦理，就会有人用你的模型干坏事儿。这不是口号，是这起案例给出的实打实的警告。